使徒行传已经到了最后的2章27章。我们知道26章使徒行传是个很大的转捩点。保罗最后一次在26章为自己辩论，他为什么要给犹太人追杀，他为什么辛酸万苦的要告诉一件事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我们传福音最后的目的就是告诉他，神的儿子已经为我们的罪复活了，为我们死在十架上面，为我们复活。如果福音不能带出复活的生命，那个福音是没有价值。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为了自己今生过好一点，我心里面有难过的时候，我祷告，心里面比较舒服一点。我贫穷的时候，我祷告神帮我找份工作，或者是我的婚姻出现危机，我祷告让神帮助我们，或者我生病的时候，我祷告神帮助我们。如果你不引求神的儿子已经复活了，那我们的福音就是死的。一个复活必须有复活的生命出来，复活的生命就是跟以往旧的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复活生命的见证，才能感动人，否则你感动不了人。保罗就有复活的生命，所以他遇到困难他不害怕，对不对？整个故事里面你发现那个主角不是百夫长，也不是船主，也不是那个亚利巴大，对不对？也不是那个里面的路加，对不对？主角是保罗的神，阿们吗？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在人生的生活里面会遇到那种困难，我们会遇到一些危机，我们必须要处理一些危机。如果我们没有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在里面，你遇到困难你就会逃走。刚刚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做这些事情，我相信很辛苦里面非常认真的那个讲的国语非常逗笑的，对不对？就保罗的很认真这些配音啊，这些都是他在处理这个不容易的那个布袋戏的演的布袋戏的导演译导，对不对？不容易的，对不对？那后面的这个齐民啊，这个国徽啊，他们这些人他们都不是专业的演员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们将最好的显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坐在下面有什么想法我看你们有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看到这么表演的这么精彩，对不对？这个除了讲道精彩的不用讲，对不对？那些敬拜的，对不对？精不精彩？每个穿一样的衣服不容易对不对？这需要有顺服的灵对不对？不顺服，为什么穿红色？我就穿个绿色给你看，对不对？你也拿他没办法。小组教会常有这些人你要怎么我就不怎么样，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办法，没关系。将来你跟神说，对不对？最简单的方法了。弟兄姊妹，当他们在服侍的时候，你有什么想法？你坐在下面有什么想法？最简单的想法就是我也要跟他们学，对不对？见贤什么？对啊，很好对不对？看到人家好，看人家爱主，我要不要学要，不要有嫉妒，对不对？有什么了不起嘛，对不对？这种就是什么？愤恨，这种什么？不平，这种怨气。如果小组充满了这种不平、愤恨、怨气，这个小组不会强盛，这个教会也不会强盛。如果家里面有这种气氛，这个家也不会和睦，阿们吗？所以我们看到好的，我们要去学。那这些同工也很重要，他们很辛苦，他们很累，他们也有个想法。这个东西都相对的，对不对？你跟你太太两夫妻之间，他有他的想法，他想法说，丈夫很辛苦，我要怎么爱他？丈夫的立场，你说我很辛苦，你应该爱我，那这个婚姻会出问题。丈夫的想法说，太太也很辛苦，我要怎么样她不辛苦？真的互相的帮助，这个婚姻才会成功，阿们吗？小组也是一样，在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说，我都是你们，你们都不服侍，只有我在服侍，他发怨言，他做了也没意思。如果坐在下面很闲的人坐那边，你看做的都不好，几年都没进步，你也在发怨言，这个小组就没有进步。为什么发怨言？就没有复活的生命，阿们吗？有复活的生命就不会。
他做得不好，你要去帮助他，为他祷告；他做得好，你也要去帮助他去学习，对不对？当你在做的时候，做的人想法是这样：我做的这么辛苦，我是为谁而做啊？不是为聂志伟做啊，也不是为丰一主做啊，是为谁做啊？为神做。神亲自会报答你。我们在地上做事情，为什么难过呢？因为老板做，老板没有看见，所以我就不做。老板出现，我就勤劳一点，因为为人做，人受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所以我在人的面前我要表现得很好。如果说老板不在，我就随随便便。但是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阿们吗？你舌头上的每一个字，神都知道。在你心里面所想的，神也都知道。所以我们不是为别人做，我们是为神做。所以每一位弟兄姊妹，你们应该一起来培训。说保罗他应该培训保罗1号、2号、3号、4号，对不对？他就不会这么辛苦嘛，阿们吗？我们现在这边有丰益的导读，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小组，人数都超过50人以上的很多啊。那他们也希望就是说能够什么？有这样子导读嘛，对不对？今天丰中小组的会中姊妹在这边，他们的小组就70、80人了。如果我们能够培训更多的义导出来，对不对？义导1号、义导2号、义导3号，对不对？那就请他去丰中，要安排一个这样子的导读，我相信很有吸引力，对不对？我们新竹有个成立不到2个月的小组叫丰伟小组，他现在人数在40、50人以上。他们也希望能够有看到这样子，不能是我们只有这个地方能够享受嘛，对不对？那台中的风清小组，他们也开始有开新的小组。那这样子的话，如果只有这一批人，他们能不能做这个事情呢？做不到。所以我们要成全为人。其实很多对象你们都不用学我就好了。他笑是对的，对不对？因为这个是不正确的真理，对不对？学我什么呢？成全你们，阿们。我4年前我一个人出来做职场的时候，如果我都不训练你们，我都自己做老大，反正你们没我就不行，我很自私的。我们今天的小组开不了这么多，阿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因为做神的施工，我要成全的，所以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小组的时候，我就开始培训。所以很多人会笑你啊，你只有一个小组，培训这么多讲员干什么呢？如果等你真的要需要讲员的时候，你再去培训来不及了，对不对？你要先买保险，生病才能看病嘛。生了病再去买保险，给你买的，对不对？带病筹保是违法的。所以我们平常要做好工作嘛，对不对？我们敬拜团，你看这么多敬拜团，我今天看到敬拜团我就很高兴，就表示说我们负责敬拜的玫瑰姊妹啊，她在用心，她在不停的训练人，对不对？我喜欢认真有魄力的领袖。我常常说，你一个人做事情，你做的肝硬化，做的疲倦，做的这个心脏有问题，我不会嘉奖你，我会可怜你，因为你一个人做。如果你自己的工作你成全了很多人，我会鼓励你。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阿们吗？像耶稣基督成全12个门徒，12个门徒再成全。保罗就是最为成全人的人，他去到任何的地方，他都建立长老，建立教会，对不对？他成全，他去到一个地方，这个教会就交给人的负责。如果他不成全人家，那他一走，教会就垮了，小组就垮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这样做。教会太少去成全，所以一个教会有个名牧出来，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出来，他一死了以后，教会就垮掉了，分裂了。为什么？他被成全了。阿们吗？丰益组垮不了，像我这种角色的，在丰益组里面起码有20个人，对不对？走了19个，都还有一个，对不对？我们人手够多，对不对？这不一定要我来做，现在谁都可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也是一样，你负责PowerPoint，负责录音，负责导读，负责那个，你一定身边要成全人。你成全人有几个概念很重要，你一定很注意旁边的弟兄姊妹，阿们吗？你会发觉他需要什么，对不对？所以我们做星探嘛，对不对？我们做一个发现一个星探，对不对？在路上发现一些星探，谁可以培训他？
所以你一定要做这个工作。你对你身边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你对你小组里面的弟兄姊妹一定要了解，他的长处在哪里。你说训练他会不会错误了？会的，但是没有关系。你从你本来训练他做厨师的，发现他根本不是厨师料子，他就是开飞机的，那你就要训练他去开飞机嘛，对不对？如果你本来想训练他是开飞机的，发现他更不能开飞机，他是做厨师的，你就让他去做厨师嘛。在训练的过程里面，你会了解他，神给他恩赐在哪里。所以小组一定要这样子。那这跟我们27章使徒行传有什么关系？有非常大的关系。所有的圣经最后的真理要跟生活连在一起，阿们吗？否则你所讲的东西都叫神学。神学就是没有神的学问，叫做神学，对吧？真正的神学是跟生活连在一起的，阿们吗？我们看到保罗，看到路加，看到亚里达古这些人，他们都成全每一个人。所以在26章的时候，保罗在两个人面前，在当时是最有地位的人啊，在那个地区，一个叫什么巡抚，叫什么名字啊？菲斯多，还有这个以色列的分封的王叫什么亚基帕。这两个人呢讲完以后，菲斯多跟保罗的评语是什么？你们看完要回去看一下啊。叫什么？癫狂。他说保罗癫狂，为什么说他癫狂啊？癫狂跟发疯不一样哈，发疯就要去精神病院的，对不对？癫狂是原来是活力，心里充满什么？火热。如果你真的有个复活的神在里面，你的心里面一定火热，阿们吗？你就为他癫狂。我上个礼拜讲，如果你认识个女朋友，真的非常羡慕她，非常爱她，你的心里面会为她什么？癫狂。你的心里面会容不下其他女生，对不对？你想到她，你就愿意为她做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就要癫狂。所以你的神在你里面，你有没有为他癫狂？你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你愿意为他摆上一切，对不对？还是你有很多的代替品？所以从外邦人就看到，他听完保罗讲说：“保罗，你癫狂了。”但是他的想法不对。保罗说：“我为什么癫狂？因为我遇到一个真的神。”菲斯多不是这样想，菲斯多是因为你学问大癫狂。学问大的人不一定癫狂，对不对？你有没有看到教会很多 PhD 从来不为神癫狂，他为他的钱癫狂，对不对？他为他的 ESOP 癫狂，对不对？他为他的高尔夫球癫狂，他为他的名声癫狂，他从来不会为神癫狂。所以学问跟癫狂没有关系，明白吗？我们教会有很多老姊妹没有什么学问，他就为神癫狂。他做什么？他每个礼拜都在厨房里面帮我们煮东西，而且做得很喜乐。我每次讲到，就是1个月有2次我讲到，我讲到中间我都跑出去，有人以为是上洗手间，这是目的之一。主要的目的，因为我们洗手间在厨房旁边，我都会跟他这些老姊妹打个招呼，谢谢他们。但是呢，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心里面人都很坏，有人跟我说他们很辛苦，我就听听看，到底他们是真的辛苦还是假的辛苦，对不对？我们看看他们有没有在发怨言，对不对？如果我出来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过去啊，对不对？如果我听他说，他当那个切那个鸡肉的时候，叶子纹，那我就知道很多人对我不满，对不对？那我就快点闪开，对不对？好好的悔改，对不对？哎呀，我一直听到说啊，他们在讲，哎呀，他说啊，他姊妹说，哎呀，我们真的越做越喜乐啊。他说，哎呀，你知道吗？叶医师才辛苦啊，对不对？他要上班，还要照顾他的太太，还要照顾他丰衣足的这个弟兄姊妹，这么多职场里面观念不同的人很多，怪人也很多，他要适应这么多人，他才不容易啊。哇，我听了以后就爽快了。哎呀，我就跟主讲了，哇，我这个一生要为这个教会好好的为主摆上，所以不要随便发怨言。所以我每次去那边，我就跟他说，师父，谢谢大家，现在辛苦。他们啊，你才辛苦，大家辛苦来辛苦去，就结束以后了，对不对？小组也有这种气氛，阿们吗？你有没有去跟
小组长，你有没有说小组长辛苦你？你有没有去做招待的人去跟他讲辛苦你了？你还是坐在那边大爷一样？你有没有去跟上面的人讲的辛苦你？你这个是服侍，阿门吗？这也是服侍，服侍不是要讲一个很大的道理，服侍要鼓励每个人，就是服侍。长老辛苦了。学得很快，对不对？这个叫孺子可教也，对不对？所以这个安迪就是重用的仆人了，对不对？然后我的辛苦其实很小。现在我做的都是同工在做的事情，我只不过上来讲篇道而已，对不对？真正幕后的工作都是他们在做。但最主要跟大家的观念，我们要成全别人，阿门吗？所以为什么丰益主要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摆上？你看保罗新约圣经2/3是他写的，他每去的地方都成全人，他每去的地方都用人，都摆上人，所以福音才一直传到我们现在，而且没有一个人不能用的，没有一个人不能用的。在职场上面用人有一个再基本的原则，你需要用正常的。我再讲一遍，我们要用正常的基督徒。那你说我不正常怎么办呢？不正常也不是你说不正常，对不对？大概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正常的，对不对？所谓正常什么？愿意顺服的，阿门吗？否则这个仗没办法打。对，愿意顺服的，你不能说我就要扮几个角色，我就扮几个角色，那不行。有人要最后下个命令的，阿门吗？这个顺服就是正常人都会顺服。不顺服的，那这种人怎么办呢？我们转诊给刘伟牧师，对不对？他要做医治的事情嘛，对不对？要做医治释放嘛，对不对？为什么呢？我们每个人会生病的，我们在肉体上面我们会生病的，对不对？医生会生病，总统会生病，有钱人会生病，穷人会生病，谁都会软弱的。那么在软弱的时候，今天我已经感染了以后，我不能去小组里面到处跑，我要口罩戴起来，要隔离嘛，对不对？这意思嘛，就是要个案的帮助，阿门吗？等他强壮的时候，他再回到正常的小组里面的服侍，阿门吗？我们不能让一个不正常有传染病的人在这边里面，他会污染大家，对不对？他翻过一些假的消息或者是极端的观念，这个小组就完蛋了，这个教会就完蛋了。所以正常不是你 IQ 高 IQ 低，不是你学问多学问低，不是正常就要顺服，阿门吗？军队不顺服不能打仗，很容易就一个破绽，那个跟爱心没有关系。真正的需要治疗的就治疗，治疗好了以后再回到正常的部队里面，这才是运作。说保罗也是一样，所以菲斯多他觉得保罗是癫狂，因为他学问大。保罗说不，我不是因为学问大癫狂，我是因为碰到一个真正的神。今天我们跟人家传福音，有人说：“哎呀，叶弟兄，你口才很好，你真的很会讲话。”那你是最近才认识我的。我讲我的口才，你们都不相信的。我的口才只有神知道，实在是很差。我是经过训练。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跟人讲话就很害怕，对不对？我们家族里面呢，我们6兄弟姊妹5个都是男生，所以家里8个人，6个是男生，只有我妈妈跟我妹妹是女生。那男生在一起大家都不穿上衣的，你知道吗？就是很随便，也很热嘛，对不对？就是穿衣服很简单的，这种养成这些习惯，你看到女生呢就哇，这个发抖的，对，真的会发抖。你们不会像我这么没胆，对不对？你们都不相信的，对不对？发抖。我们开着医学院毕业的时候，我们去参看病人的时候，跟着前面的学长学姐，对不对？我都躲在最后面一个，很怕被人家问问题，对不对？就很害怕。但是发现说，将来我做医生，我不能不面对他，对不对？就像我第一次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的教授带我们去吃饭，我第一次吃到沙西米，我觉得全世界有这么难吃的东西，对不对？这个台湾医生都是日本受教育的，很多的长一辈的，第一盘来就沙西米，对不对？大家都吃，我说不要。教授说，你在台湾做医生不吃沙西米，这不及格哦。
你说他随便讲一讲，我会害怕，对不对？这个论文啊，这种考试啊，都是他们在操作生死大权啊，对不对？那就吃嘛，反正死不了，就一口吃下去，真的发现会死。一吃进去，发现整个沙西米的感觉好像肥皂一样的，怎么吃都没有办法。所以第二块吃的时候，我就变得涂了很多的沙西米。旁边又讲话，你到底吃沙西米还是吃鱼啊？对不对？哇，我发瓦沙米了，涂了一大堆瓦沙米，那你到底吃瓦沙米还是吃鱼啊？对不对？这痛苦啊！但我要面对它。我是想，除非我不在台湾做医生，否则这个东西躲不掉。我就回家买2大盘的沙西米来，就给他吃。吃，发现有不错的味道对不对？跟吃榴莲一样啊，对不对？吃，蛮好吃的嘞。所以现在我1个礼拜有时候自己一个人去吃个沙西米，对不对？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放下来改变。既然你不能改变它，你就改变来成就它。很多东西我随便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不是天生这样子，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也是一样啊，教会培训啊，对不对？跟我同期的这个留下的不多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同班毕业这个一起受洗的，留下的聚会服侍都不多了，对不对？没把你现在留下来多少跟你同期受洗的，也没有几个人嘛，对不对？所以你就是代表啊。我们要感谢神，很多人要离开教会啊，因为开始要服侍，我们开始服侍做招待。我不是一开始就做讲员的啊，对不对？做招待，做招待很辛苦，我很了解啊。你叫他留个名字，我是来吃的，你就留不住了，对不对？或者他跟你讲说，哎呀，这卡片很小，对不对？哎呀，我没有带老花眼，他也不填啊，对不对？反正是我被强迫，他就不想填，你怎么办呢？所以我曾经教你们大家培训怎么教所有的问题列下来，怎么去解决它。所以后来我做完这个招待以后，我就列了个 SOP 的招待。第一，你要买老花眼镜，从50度到200度。他说看不见，请问几度？因为老花眼镜会忘记戴，如果近视眼他不会忘记戴嘛，对不对？所以你不用买近视的眼镜。老花眼镜。对，50、100、150、200，4副眼镜，1副大概100-200块钱，很便宜，也不用申报，自己买。另外，你要拿个桌子，位置多几个，让他坐下来好好写。然后那个表格呢，尽量简单。我们以前的表格啊，这祖宗3代都要填，名字、性别、这个住址、原祖籍，还有对不对？你祖籍在哪里啊？浙江杭州巴德路，干嘛忘记了，对不对？血型，对不对？还有在哪里聚会，民国几年受洗，谁记得啊？所以我全部简单化，写上名字，写在手机、email 就解决了嘛，对不对？有联络的线就会找得到你这个人，阿们吗？我问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是不是？问你这么多东西干什么？就简单扼要。这种都是什么？27章就在讲训练。为什么跟训练有关系啊？保罗临危不乱，阿们吗？他有没有受过训练啊？有。所以26章讲完这个菲斯多以后，另外有个亚基帕王，他跟保罗讲什么话？他说：“保罗稍微多劝我一点，我就什么变成基督徒。”这种心态的人很多。你跟他传福音，你跟他怎么讲，他就跟你变。他就觉得说，今天我能够信主，就给神面子，意思就这样子。你稍微劝我一下，就好像卖保险一样，对不对？哇，讲得好啊，举了好多例子。你看我卖保险的人给了我钱，从他生病的，这种保险是最好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买了我保险以后开刀不用给钱，这种保险不要买，对不对？因为跟他买了就要去开刀了，对不对？就是买了保险最好是不用最好的，是不是？就好像我说你拿这颗药回去，你一家身体的健康了，这最好了，对不对？比如说这个药回去，每天吃3餐，你全家都要吃，这样没有。所以你看，他说我们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怎么讲，他都不相信。他实在觉得，如果我信主，对神一定有什么好处，好像我们在拉约基一样。你有没有遇到这种人？就是那种人，怎么都不信主。你越告诉他，他越洋洋得意。对不对？你看长老跟我传，我都不信，
你是小组长还早得很的，对不对？这个亚基帕王就这种心态嘛，对不对？你稍微多劝我一点，我怎么样就行了，就表示你的功力还不够。保罗怎么说啊？我不是只有劝你一个人，我全部人都劝，希望你们能归给神。你看，保罗有没有受过训练啊？有，否则他怎么讲出这些智慧的话语来？到了27章，他们下定决心，如果保罗不上诉到该撒，他应该就释放了，因为他没罪。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这是神的旨意，他可以不去，当场的释放。但保罗要去罗马，也一边被审判，一边传福音。所以他就坐了一条船，一个百夫长。你看这个百夫长叫什么？游流，对不对？非常恩待他。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做神的事工，神就叫你所需要的人会带到你面前来。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像约瑟啊？约瑟坐牢，神就派个这个典狱长就听他的，对不对？约瑟是工地打工，就发现那个主人是听他的，除了吃饭什么都忘记了，所有事情交给约瑟去做。你会发现，只要你做神的事工，弟兄姊妹，你要永远记得，你不要去criticize神，你不要去要求神。我们对神了解的，神太伟大了，阿们吗？我们只有顺服的份。我不骗你，你就顺服。很多人讲道理啊，如果神不听我祷告，我就不信主。谁吃亏啊？你以为神吃亏啊？哦，业绩做少那个他对不起人啊？没这种事情的。你不信主就不信主嘛？怎么样？神说我将来审判你啊？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只有顺服的份，阿们吗？我们对神就也顺。这也是，你说会不会错误啊？没关系，今天很多教导，保罗他可以不去，但他为神的旨意他去，去了以后神派他需要的人，百夫长最大的帮他忙。你呢上了船以后，神也给他智慧，所以来到半路的时候，他跟他讲说：你们不应该再走了。为什么？保罗有学问。为什么学问呢？前面告诉我们说，已经过了禁食的什么节日？有没有看到这句话？什么叫禁食的节日啊？就是赎罪日。以色列人有叫赎罪日。以色列有6个节日是很重要的。正月初一，对不对？开始他们新的一年开始。正月14是什么节啊？逾越节。如果你读过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正月15什么节啊？除酵节。除酵节7天。除酵不是一时的，除酵是一个时间。到了16是什么节啊？初熟节。这跟我们一样，逾越节就是我们想到神羔羊的血洁净我们一切的罪，阿们吗？洁净以后我们要除酵，我们叫的坏习惯，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怎么都要放下。除酵以后还有更积极的第2步，我们要将初熟的果子什么献给神。很多基督徒只做了1步，过了逾越节，我的罪被赦免了，他从来不除酵，他还是过他自己的生活，他还是讲他自己的话，他还是跟外邦人连在一起，根本分不出来。你没有除酵，你必须要除酵。有的人知道受洗了，经过救赎，他知道羔羊的宝血，他也除酵，有些习惯改变了，但是他从来不服侍。初熟节就将最好的献给神，接下来服侍，阿们吗？你有没有将你最好的献给神？你要等你7老80的再服侍神，你不是将最好的献给神，你将最烂的献给神，对不对？你等你家里没钱的时候就献给神，你不是最好的献给神。你现在董事长可以献给神，阿们吗？你现在很强壮，你可以献给神，阿们吗？很多人说，当我年纪大一点的献给神，你将最不好的献给神。所以初熟节3个节你有意识的，所以你不读旧约，你不能明白这些东西啊。14逾越节，15除酵节，16是什么？初熟节。从那个线上初熟节，初熟节以后50天，就是到了3月6号，就叫叫做叫什么？五旬节 ，Pentecost 就是五旬节。所以你看，当我们受洗，
我们除孝，我们叫我们先给神。经过50天以后，圣灵就降下来，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所以你信主，你没有除孝，没有服侍，你的生命不会改变。你会看在教会里面，很多人信主很久。我常常说，看年龄信主很久、很资深，留着胡子，他一讲话就像个 baby。所以这是留着胡子的婴孩，留着胡子表示他已经很久信主很久，话一出来就像个 baby 一样。他没有除孝，他也没有献上这个初熟的果子，所以圣灵的灵不会加在他身上，他的生命不会改变。他不改变，他就没有办法影响他家人改变，他就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朋友改变，因为他没有复活的生命。这个是前面4个，因为到7月份又有7月初1叫做吹角节，以色列过年。7月10号就是赎罪日，大祭司1年1度进入至圣所，为百姓为自己赎罪。我们现在不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大祭司，他不是亚伦的等次。亚伦会死，是他儿子，他是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存在，变为大祭司。所以你读完新约就跟这连在一起了。神的真理是一言贯之的，没有任何的矛盾的。所以7月10号是初学节，所以这边讲的说已经过了7月10号赎罪日。那7月15号有一个节，最后一个叫做祝棚节，祝棚节7天。所以这边讲的说，经过了禁食的节日，就经过了7月10号的什么节啊？就赎罪日。经过赎罪日，7月份这个是犹太的日历，西元的日历是9月到10月之间，意思就差不多。你买一个犹太日历跟这个西历来比较，你就知道。刚才他们导读的里面，那个时间，他的孙子讲说，这个时间出海很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在9月之后出海都会遇到风浪，所以你知道这个历史背景。所以保罗跟他们讲说，你们不应该离开的了，因为保罗有知识，阿们吗？因为那个时候7月份是以色列7月份，西元就是9月到10月了，所以已经在9月以前可以出海，9月以后你会遇到地中海，会遇到很多的风浪，这是他们的根据的知识。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要在忠心跟知识上有长进，阿们吗？知识很重要的。人家问你奥巴马是谁，你也不知道，这没知识。你讲的耶稣他也不会相信，对不对？你要有知识，你要有历史。你不需要说我小学生，我要去跟博士传福音，也不需要。你小学生就跟小学生传。所以为什么小组有很多的？你买菜的，你不需要跑到台湾大学跟他们传福音，这个不要，这是骄傲。你买菜的，你的福音场所就是菜市场，阿们吗？你做一个博士，你也不要谦卑说我去跟菜市场的欧巴桑传福音，也不需要，这也是骄傲的。为什么？你跟欧巴桑讲说，你穿了西装来这边干什么？讲耶稣，你不懂我们啊！我们每天看宇都会高都这么重，人家不会听你讲福音的。你必须要跟你接近的人，你讲的话才能听得懂，阿们吗？你不需要骄傲的，神给你的角色就在这个范围啊。对不对？你不需要说我是个博士，我就要跟小学生传福音，你讲的话他听不懂的。你不但是没效果，他还反弹了。你不要你说我是小学生，我就要跟博士传福音，也没有效果的。说彼得传福音的对象跟保罗传福音的对象不一样，你有没有发现？因为他们两个出路不一样。所以小组要强盛，教会要强盛，没有一个部位要缺少的，阿们吗？我们需要菜市场的欧巴桑，我们要需要退休的老人家，我们要需要年轻人，我们需要壮年人，我们需要做蓝领的，我们需要做白领的，我们要需要有技巧的，我们要需要没技巧的，因为你在你的范围之内将人带进教会里面，阿们吗？阿们。我们很感谢神的，我4月份接这个教会以后，我们走了一部分的弟兄姊妹出去开拓。我上个礼拜我们统计完了以后，我们的人数不但是补回来，而且过了人数。就表示这几个月来教会起码多了100多人，所以年底到1000人是有可为的。为什么？哪里有神的同在，人就会转向神，阿们吗？阿们。就跟我们买股票一样嘛，哪里有赚头就看哪里买嘛，对不对？
你有没有打听是哪一个股票跌的，你去买的？有买空卖空，那个很危险。通常都是哇，快要升了，我们去买嘛，对不对？哎，哪里东西好吃便宜，你去吃的嘛。你有没有打听哪一家店快要关的，我去吃的？很少了，有了，对不对？很少很少。所以教会有神的话在，有圣灵同在，人就会涌进这个教会。阿们吗？我们看过这个叫标杆人生，对不对？微波人他讲一句话：我们人没有办法制造浪，对不对？你说有人造浪，不要这样辩论了，这样没准。我们大自然里面没办法制造浪，海浪你没办法制造它，但是当浪来的时候，你应该乘浪而上，你要注意的事情，阿们吗？你浪来的都不知道，就圣灵的浪来的时候，你要跟着这个浪上去，你就得到祝福。如果你自己不可能做一个浪，这个很难，这是圣灵的工作。当圣灵在祝福一个小组、祝福一个教会的时候，相信人就会涌进教会里面，就会涌进教会里面。所以当保罗他跟他们讲，你不应该走，因为那个时候已经9月以后了，风味很大。但是船长不听，生意人再伤什么盐酸。我在这边过冬有3、4个月，到明年12月以后，起码有3个月，我这么多人，我怎么办呢？他希望早一点碰运气的，人家会遇到浪，我不会遇到，对不对？犯法的人都是这种心态，对不对？他会被抓到，我不会。保罗也没办法。保罗说：“既然你们要这样想，我也跟着大家讲。这边有一个真理，我们基督徒有时在公司里面做事情，在社会上做事情，不是每件事情你都赋予发号施令的，阿们吗？除非你是老板，对不对？你是船主，你不发号施令，像保罗一样，他在这边，他虽然是主角，但是在属世的人地位里面，他是个什么囚犯？他给他们叫这个囚犯，对不对？他给他们一个建议，但是他们不听，他怎么办啊？怎么办？你在公司里面有个主管开会的时候，你给个建议，你说我们应该去年赚钱，对不对？我们应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你公司神经病啊！因为你是少数嘛，对不对？平常你在学校在公司里面也没什么好见证嘛，对不对？就是影响不了人嘛。这跟罗德一样嘛，对不对？罗德在索多玛里面，他为什么他讲的话，他的女婿女儿都不听？为什么？没有见证嘛。他的女婿都叫你是戏言，开玩笑是吧，岳父？没见证嘛，对不对？没见证，当你讲出去话，你没力量嘛。那大家不听你的，那你怎么办？马上辞职啊？也不需要。保罗也没说你们不听我的，我就逃走了，没有啊。他跟着这条船出去，既然你们讲手嘛，但是他就跟他讲，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这条船货物都要被什么破坏掉，连性命都有危险。他们仍然不听，你的保罗仍然在一条船里面。这个告诉我们什么真理呢？这个社会法律一直在改变，你的公司一直在有社会上的法条，他不一定是听你的，对不对？你要不要离开啊？不需要，你仍然在那边做盐做光，阿们吗？你不需要离开，你不要常说我就找一个基督徒公司，基督徒公司没有神的同在，跟没有基督徒公司差不多的，知道吗？坏起来更坏，对不对？不怕神的嘛，对不对？他反而觉得世界无敌啊，为什么？神不会审判他了，你看无法无天了。你外邦人还怕神审判？他说我已经信主了，我已经不受审判了。他什么事情敢做啊？说没有基督徒，没有神同在的基督徒，没有复活生命的基督徒，比谁都坏呀。所以不是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是你有没有复活的生命呢？阿们吗？所以你不需要全部人都是基督徒在一起，打高尔夫就基督徒，吃饭有基督徒，开店有餐厅有基督徒，那几家店你可以吃饭。而学校有基督教学校。医院你要找基督教医院，他还照样收你钱啊。早期的基督教医院是不收钱的，你知道吗？宣教是建立的，早期的基督教学校是不收学费的，钱从哪里来啊？我会有奉献，阿们吗？所以你们有做奉献的工作，对不对？你一个人要去盖一个学校、盖一个医院，不可能，
将钱奉献在教会里面，让教会的负责弟兄去用这笔钱，对不对？你要去捐钱帮一个穷人，你没有办法，我们都有系统，我们教会就有系统做宣教的服事，做很多的奉献款，我们都有列出来做。你一个人做跟感觉而已，你做成一起才有办法。所以保罗既然他们不听，保罗就照样坐在他们的船上。最后14天风浪实在太大了，大家连盼望的机会都没有了。保罗出来讲话，他说：“你们都不要担心，我的神派他的使者昨天跟我说，这条船上所有人一个都不会被丢弃，但是只有货物跟船会什么被破坏。”你看，在为难的时候，他仍然是老大，阿们吗？不是保罗是老大，是保罗背后的神是老大。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子，不是说我去到个地方要影响别人，我不是老大，是我有背后的神是我的老大，我就变成众人的祝福，阿们吗？这一条船 Holy God 在有保罗存在，否则应该是273个人，73。我跟你讲为什么73？保罗不在，路加就不会在，路加不在，亚利巴谷也不会在，是不是啊？276减3是多少啊？我也没讲错啊。其他人我不知道，对不对？起码这3个人不会去嘛，对不对？保罗不去，这2个人不会跟着去嘛。所以整条船就273个人就死在那边嘛。因为保罗去，就加了3个人，就276嘛。所以没有一个人生命什么被丢弃。我发现我头脑蛮清楚的。有荣耀归给神啊！如果稍微有点骄傲的话，那我就会变愚昧了，对不对？对，荣耀归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保罗说一个人都不会丢弃，但是这条船会出现问题。大家开始的时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对不对？就像我跟你们讲说，弟兄姊妹，你们今天来到今天风雨组的风雨小组，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神要重用你们，你们相不相信呢？相信哦，但有人不相信的，那怎么办呢？保罗知道他们会有人不相信，他就开始劝你们吃东西。人在紧张的时候吃不下，他说我们吃东西，他还站起来租谢。你们发现，他将这个发球权、主导权、领袖权这什么抓回来。神与你同在，你在任何地方，你永远代表神，你就是领袖，阿们吗？你不要你的地位很低，你在公司里面是个扫地的，如果你敬畏神，你有复活的生命，这家公司的成败就靠你一个人。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祭坛的祷告呢？你们很多人做祭坛祷告都不认识祭坛的。祭坛祷告什么？我去到任何地方，我进到餐厅，我就祷告神，神这个餐厅，因为我在，所以将这个餐厅奉献给你。你说老板姓王也不姓叶，怎么你在呢？你又搞不清楚了。宇宙谁是老板啊？神才是老板。我是神的什么？仆人。我是伟大神的仆人。我以前这句话想反过来讲，对不对？我是神伟大的仆人，那就骄傲了，对不对？我是神伟大神的什么仆人？我代表神，我在这边这家餐厅就不准发生事情。当你上飞机的时候，你要将这个飞机献给谁啊？神。你说我华航的飞机是华航，你又搞不清楚了，对不对？真理搞不清楚，你永远都混乱嘛。你代表神，你在那边你是神的大使，你坐上这个飞机，你是祷告神，因为你的仆人在这边，这架飞机要安全到达，这叫祭坛祷告，阿们吗？你去到一家公司里面，你不是说看那个财务长，你应该在公司里面，我今天进入这家公司，你将祝福带给这家公司。所以人家看到你就是个祝福，阿们吗？人家看到你不是又看到哇基督徒来的快闪了，对不对？看到你在倒霉，对不对？讲的油腻的东西，讲的不营养的东西，你要讲点营养的好不好？你要讲点正面的好不好？你不要经常定罪他嘛，对不对？看你的样子就要灭口，对不对？看样子不服侍，你不要讲这种东西嘛。你也不是审判者，阿们吗？你只要提醒他嘛，对不对？一起来服侍嘛，对不对？一起来服侍嘛。我们将来不用很难过的交账嘛，你鼓励他嘛，对不对？你鼓励他嘛。所以保罗，你看抓回那个发球权，有神与他同在。果然，那个船遇到大风，飘到哪里都不知道。
那有人想逃走，有人说这么多的囚犯在里面逃走没有办法交差呀，倒不如先杀了他们。如果神没有与保罗同在，保罗就被杀，因为保罗是囚犯之一啊。但是神都安排好了，安排了什么人啊？百夫长，叫什么名字啊？有流，对不对？百夫长说不行，升天起来了几个字，因为谁的关系啊？保罗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些不死的人，因为保罗的关系，今天你的公司，因为是耶稣，因为谁的关系啊？你的关系，阿们吗？你的家里面，其他的父母亲、儿女们、孙孙伯伯说家人得救，因为谁的关系啊？你的关系，你重不重要啊？重要。这些囚犯不死是因为保罗的关系，因为百夫长要保护保罗，杀了囚犯就不能不杀保罗，就是我们成为众人的祝福，阿们吗？没有这个信心的。你虽然看不起你自己，你虽然觉得你不怎么样，这是对的，我们本来就不怎么样。但是因为住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都还要大，你要认识这个真理，阿们吗？你一直要重复认识这个真理，在我里面的比世界都要大，所以我可以为你祝福。所以雅各可以为法老祝福，有没有发现？雅各是什么身份啊？逃难，对不对？对，迦南地发生饥荒嘛，他是逃到法老那边去依靠他的嘛。法老是谁呀？现在的美国总统，对不对？地位就是最强的君王，但是雅各却为他什么祝福？不是雅各厉害，是雅各背后的神厉害，阿们吗？如果雅各不认识这个真理，他去到法老面前，哎呀，法老，谢谢你收容我们一家人啊，对不对？请你为我祝福好不好？法老对雅各的神也不认识，对，所以该谦卑要谦卑，不该谦卑不要随便谦卑啊！你是代表神啊，阿们吗？怎么抓捏那个真理，你就要了解神的心意啊！你横冲直撞，你就无知啊，对不对？永远不敢做事情，那就软弱啊！我们什么时候该冲，什么时候该守，就需要明白神的旨意，阿们吗？所以最后他们没有杀任何人，而且这些人到最后一章的时候，40节所有人的安全到这个小岛，这个小岛叫什么名字啊？米利大，叫什么岛啊？高大。高大离开米利大已经过了1个多月前的故事了，对不对？你们还留在那个高大的地方。高大是在格里里岛的西南方。现在这个米利大现在已经离开罗马这个靴子的旁边了，因为大拇指旁边了，知道吧？已经很近了。这个岛现在还是个国家，叫做马耳他。马耳他是个独立的军岛。这个马耳他里面还有个教堂叫圣保罗教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这就叫知识，也叫见识，对不对？你可以读点知识，他听到以后他吓一跳，哇，原来是马耳他就是米利大，对不对？哇，因为为什么有个圣保罗堂？原来有个故事在那边的。他从心里面就觉得你这个基督徒跟人家不一样。所以在知识上我们要多而又多嘛，所以要培训，要认识神嘛。所以这个就是今天27章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在任何的环境里面，你都代表神，阿们吗？你都不要忘记你的权柄，你不要慌张，你不要慌张。第二，因为你同在，神也祝福他们，所以因着你受到祝福，你不是因着你受到咒诅，所以这样子我们才会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下个礼拜是最后一次的使徒行传，我们再下礼拜我们读约书亚记。那下次他们这个布袋戏的约书亚记一定很精彩哦。约书亚是完全是武侠片，这个完全是武侠片。这个使徒行传完全是一个宣教片，对不对？我们要开始读武侠片。亲爱的朋友，我们永远要记得，我们活在地上，神救我们，每个人都有用，阿们吗？我们不要不服侍，没有一个人需要不服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服侍。你越服侍，你会越喜乐；你会越服侍，你会越认识神；你越服侍，你会越有权柄。如果你永远退却，你永远弄到，我们会遇到困难。遇到困难，成功的人就是坚持将困难解决掉，阿们吗？
神不会教我们的，神的标准降低，我从来没有说，对不对？神的标准是不会降低的，阿们吗？但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说我的恩典什么？我们遇到困难，我们想办法解决这个困难，我们怎么样子将事情处理好？我们可能兜一下圈，走一下歪路都没关系，但是我们目标要很清楚。如果我们目标不清楚，我们本来去西门町的，遇到困难走，后来去到基隆，那就达不到目标了，对不对？我们最后还是要去西门町。这个路上有些困难，车没有了，马路封锁了，我们想办法过去。这就是一项坚持。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使徒行传27章，我们看到保罗，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是一个受过训练、有装备的人。就是他在患难的时候，他仍然与神同在，因为他在哪里，这条船就得到安全。主，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保罗认识的神跟我认识的神是一样的神。我们在任何的职场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小组里面，因为我们认识神，神就将这个祝福带到这个团体的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智，让我们为众人祝福。我们也成为众人的祝福。主，感谢你，纪念丰美小组长他们的同工们，纪念丰益的他们一些这个布袋戏的一些同工们，你亲自报答他们，有所有的同工有亲自的报答他们，让我们坐在这边享受的人，我们也愿意起来一起服侍。我们将国度、荣耀、权柄都来归给你，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